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，居家保姆23年，发现晚年凄凉的老人通常都有以下3个特点。不少人都觉得人老了，只要身体健康，又有退休金、有钱，还有几个儿女在身边，生活就会变得非常的美好，没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。事实上，现实和想象往往都不一样。不少人抱着一座金山，却无人分享，一个人孤独地看着流泪。也有人平日里粗茶淡饭，但却身体健康，儿女孝顺，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55岁的王阿姨当居家保姆23年，在这23年里，王阿姨总结了过往的经验。她发现晚年过得比较凄凉的人，通常都有以下3个特点。王阿姨讲述自己保姆生涯的经历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阿姨，是一位当了23年居家保姆的金牌保姆。不少人都问我，能请得起居家保姆的家庭是不是生活都特别好？老人每天都是笑口常开，过得有滋有味。然而我想说的是，并不是每一位请居家保姆的家庭物质条件都是特别的好，有些人只是刚好有需要，而且有不少人即使家产万贯，晚年照样过得特别的凄凉。对此，我个人做出了一个总结。一般情况下，晚年过得比较凄凉的老人，通常都会有以下3个特点。下面我将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。第一个特点，脾气暴躁，性格强势。在我合作过的不少雇主中，脾气暴躁、性格强势是不少人到晚年非常凄凉的主要原因。有位吴大爷，当年78岁，因为年老骑自行车摔了一跤，不得已请了一位居家保姆上门，而照顾他的那个人就是我。第一眼见到吴大爷，我便整个人发怵，因为吴大爷给我的感觉就是脾气特别暴躁，非常不好相处的状态。但我们这行有个规矩，那就是无论雇主脾气怎么样，都得忍，该做的事情都得做好，不能让客人投诉。记得我在吴大爷家里的3个月，平日里还好，吴大爷不会故意的为难你，也不会让你干很重的活，甚至还有点护犊子。尽管我是他家的保姆，在外面的时候，有个孩子拿水枪射到我身上，我说了孩子一句，孩子家长不讲理骂我，吴大爷第一时间就过去和那个家长吵架，帮我找回理。但吴大爷性格有一点不好，那就是非常的强势。有时候吴大爷家里有什么好吃的，我并不爱吃，可吴大爷就是喜欢给我，如果我不吃，他就会砸桌子发脾气。日常的生活中，对于他的安排，我必须得时时服从，不准讲理由，更不准反驳，不然一整天都会被说。记得偶尔有一次，吴大爷的女儿回来了，提着东西刚进门，就被吴大爷扔了出去。之后，吴大爷的女儿捡起东西就跑了。我追上去了解情况，他说他已经4年没回家了，没想到一回来，他老爸就把东西扔了出去。原来吴大爷的性格很强势，从小就逼迫女儿什么都听他的。女儿嫁人他不同意，要男的过来当上门女婿，结果人家男的不愿意了，吴大爷便把女儿的东西全扔出了门外，说老死不相往来。而吴大爷的女儿女婿也是脾气犟的人，30几年来果真的就不怎么回来看望。这次要不是吴大爷腿摔伤了，估计女儿根本不可能回来。想想看，吴大爷的晚年真的很凄凉，几十年来就独自一人过，妻子受不了他离婚，女儿也不回来，逢年过节都是一个人在家混沌，看起来很可怜。第二个特点，为人吝啬小气，一毛不拔。李阿姨是我见过最有钱的雇主，当初刚去她家的大平层时，我整个人都非常紧张。
李阿姨60岁，皮肤保养得很好，看起来就像50岁的人。丈夫去世，还有1儿1女。李阿姨的生活过得很不错，家里的吃穿用度都是很高档，至少我从来没听李阿姨抱怨过要还房贷啦、没生活费啦、钱不够之类的紧张话。但我认为，尽管李阿姨的生活条件已经够好了，但她却终日闷闷不乐，一个人端杯茶，坐在窗边发呆。最开始我很好奇，为什么这么大个房子，房间这么多，家里就只剩李阿姨一个人呢？虽然我很好奇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开口问过李阿姨，因为我知道当保姆的有时候不要多嘴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。有时候见到了不要看，听到了别往外说，不然就是没有职业操守。李阿姨是我照顾最久的雇主，其他人通常都是几个月，最多半年，而我在李阿姨家足足待了有3年，慢慢的也就知道了点情况。李阿姨有钱，但是小气，每一分都只愿意花在自己的身上。偶尔我听见她在和别人打电话，有人问她借钱，她却1分也不愿意借。每一次我去外面买东西买菜，李阿姨一定要我带回小票，每一笔钱都要和我对清楚，哪怕多了5毛钱也要我还给她。曾经我去买菜的时候，有位小区的邻居跟我说过，李阿姨有1儿1女，儿子曾经欠下了不少钱，急需资金周转，还不上还得吃官司的那种。可李阿姨就是不愿意借，说让她自己想办法。外孙有次做手术，也来问李阿姨借钱，总共需要20万，可李阿姨就借了1万块钱，剩下的就得让女婿来自己解决了。就因为这2件事，儿子女儿都很恨她，经常几年也不回来看望她一次。别人这个年纪早就当奶奶或者是外婆了，可她家里没有一个人愿意过来看望她。而之所以我会离开李阿姨，也是李阿姨觉得我这个保姆费每月7000块太贵了，她准备找一个4、5千块钱的回来照顾她。第3个特点，偏心某个孩子，一碗水端不平。去年冬天，赵大哥感冒发烧1个月以后，身体依旧非常的差。迫于无奈，赵大哥向家政公司找了一个居家保姆，说是找人照顾2个月，而照顾赵大哥的人就是我。赵大哥长得和蔼，待人也友善，在他家当保姆的2个月，整个人都很轻松自在。我在赵大哥的家一直待到了过年前2天才算工作完成，之后回家。是临近过年了，几乎都是每家团聚的时候，唯有赵大哥的家里显得非常的冷清，看样子不会有一个人回来。赵大哥今年73岁，他曾经说过自己有2个儿子1个女儿，而且孙子和外孙都不少。刚开始我觉得很奇怪，之后象征地问了句，是不是几个孩子都在国外回不来？赵大哥摇摇头，见我还有2天就要走了。赵大哥和我说了点心里话，并提醒我，做父母的千万不要偏心，不然容易引起孩子的不满。赵大哥家是大儿子2女儿小儿子，但赵大哥有个习惯不好，那就是太偏心小儿子，从小到大都是一样。即使孩子们都成年了，赵大哥依旧如此。他和我说，大儿子要买房的时候，他没有出1分钱帮忙，那时候觉得儿子长大了，得自力更生，不能再靠父母。后来女儿要做生意，想问他借10万块钱，赵大哥依旧没有借，说什么也不愿意，说是风险太高，容易亏本。赵大哥最开始的想法是没错，确实想让3个孩子都自力更生，可眼看着小儿子都32岁了，还没娶上媳妇，也没有房子，居无定所，整天漂泊。于是赵大哥很担心，把自己大半辈子的积蓄都拿出来给儿子买房，甚至连装修的钱都是他出的。可这件事小儿子不小心说漏了嘴，老大老二知道以后特别的愤怒，觉得赵大哥说话不算数，
一碗水端不平，之后就很少再和赵大哥来往，让他有什么事去找老三。按理说，小儿子从小就被偏爱，长大应该经常来照顾父亲，可偏偏小儿子是个没良心的人，觉得一切都是自己应得的。见大哥都不主动承担养老的责任，他这个做弟弟的干脆也不来了。于是就造成了赵大哥人到晚年，一个孩子也不愿意回家看他的凄凉的场面。综上所述，我当保姆23年，发现通常过得不是太幸福的老人，多少都有以上3个特点中的其中一个。不知道大家觉得总结的对不对？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